养蝴蝶兰的人肯定知道蝴蝶兰的根儿长得什么样。有时候看着它生机勃勃，心生欢喜；有时候又看着它腐烂干瘪，却也无可奈何。真的是对它又爱又恨呐。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蝴蝶兰根儿的构造、功能以及一些有趣的现象上来深入了解一下蝴蝶兰的根儿。我们都知道蝴蝶兰属于附生植物，依附在树干上生活，根儿并不接触土壤，而是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这种靠天吃饭的环境就让水分养分的供给非常的不稳定，也不充足，所以蝴蝶兰就练就了一身本领。这一身本领当然不仅仅只有根儿，但是今天说的重点是根，所以我们就来说一下根。直观上看，蝴蝶兰的根是由一层厚厚的肉质层和内部的一条硬硬的白筋儿组成。中心的那一条白筋儿就像我们身体里的骨骼，有支撑的作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负责传输养分水分。外圈那一层厚厚的肉质根像被子一样裹在外面，但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层，而是分了很多层，是由很多特化了的细胞所组成。这些细胞各司其职，能够合作完成快速抓抢水分养分、存储水分养分，并且横向传输给中心的白筋儿，再通过白筋儿传输给整个植物。内层呢也含有一定的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成熟的根的外层细胞是已经木栓化了，所以看起来有点灰白色。这种木栓化的细胞其实已经死掉了，是死细胞。这层木栓化的细胞也不是只有一层，这一层层的木栓化的细胞覆盖在外面，就像海绵一样，可以快速的吸取水分，并且暂时保存水分。接下来水分养分就会横向内传输到里边的根部组织。里边这一层是真正的存储仓库，而且还有叶绿素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这层细胞成熟以后，它的细胞壁也会木栓化。这层木栓化的细胞壁会让水分养分很难自由穿过，也就是说水分养分一旦被锁住，想逃跑非常不容易，就只能按照蝴蝶兰的需求来移动了。肉质根里还有一种细胞，体型比较小，也没有木栓化，由它来横向运输养分水分。据说有人还做过实验，蝴蝶兰的根的特殊的构造让蝴蝶兰吸收同样的水分和流失同样的水分，这两者的速度相差200倍。真正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啊！这就是蝴蝶兰为了应对贫瘠的环境，从构造上来说练就的独特的本领。我们平时在养护蝴蝶兰的过程当中，是会从水、肥、光、气、温度等等方面来呵护它。那接下来就来说一下蝴蝶兰的根儿对水、肥、光、气、温度的反应吧。有人呢专门做过实验，我自己并没有做实验，只是结合平常的观察，觉得人家做的这些实验呢，我都挺认可，所以把这些结论在这儿说一下。蝴蝶兰的根儿有趋水性或者说趋湿性，就是它的根儿会朝向有水或者是比较潮湿的方向去生长。这应该就是为什么蝴蝶兰的根明明更喜欢待在空气当中，可是还是有很多根会委曲求全地待在盆里，就因为在盆里它才能够找到它向往的水分。至于肥，不论你买的是固体肥还是液体肥，最终都要以液态的形式施给蝴蝶兰。所以蝴蝶兰的趋水性趋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肥。前面讲过，蝴蝶兰根的构造让它能够快速的抓取水分，也就包括了水里的养分。这种超级强大的吸收能力
让蝴蝶兰真正拥有了喝凉水都会胖的体质。如果遇到大鱼大肉，那不是胖的问题，那是要胖死了。所以从根儿的构造或者说功能上来说，蝴蝶兰是受不了重肥的，一定要薄肥。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也有这种现象，某些族群的人长期生活在食物比较匮乏的地方，这个长期是指的很多代人，之后接触到相对丰盛一点的食物，整个族群的体型就开始控制不住了，并且也因此带来了一些疾病。这与蝴蝶兰的机理可能不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给蝴蝶兰施肥一定要薄肥，可以勤施。蝴蝶兰的根部是有叶绿素的，能进行光合作用。那它对光是什么反应呢？有趋光性还是有背光性呢？它对光的反应比较弱，也就是说没有很强的趋光性或者是背光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根长着长着从盆里钻出来，可是也有的根长着长着又钻回去了。但这并不是说光对它来说不重要，只是光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当它有很多条件需要选择的时候，它更看重的可能是其他方面。关于这一点也不难理解，让我们来想一下根都有什么功能。有吸收水分养分并且储存水分养分的功能，还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吸收和存储才是它最主要的职能，是它的主业。至于光合作用，它仅仅是兼职而已。就植物本身来说，叶子才是光合作用最主要的场所。所以对根来说，有合适的光是最好的，没有它也可以接受。我们那么喜欢蝴蝶兰，当然要给它最好的，所以我们给它使用透明盆。蝴蝶兰的根有向气性，就是它的根更愿意朝着空气新鲜的方向去长。关于这一点，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不仅仅是呼吸作用的问题了，而是保住小命的问题。因为空气不新鲜的地方，细菌容易滋生，根很容易腐烂掉，所以它更喜欢空气新鲜的地方。说到这儿，正好说一下蝴蝶兰的根为什么那么容易腐烂。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了，凡事有利也有弊呀。没有财富的人呢，可能过得比较清贫；有巨额财富呢，就有可能被坏人惦记上。蝴蝶兰的根呢，存储了那么多水分养分，就是一个富有的根，自然令细菌垂涎3尺啊。一旦出现高温高湿不透气，细菌马上就会扑过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不给细菌制造条件，不让它得逞。温度又有什么影响呢？任何生物有生理机能，肯定需要合适的温度。就像我们人体有一个恒定的温度，那我们的生理机能就是正常的。当温度出现偏差的时候，那人体的生理机能也是会受到影响的。蝴蝶兰也是一样，它不像我们人能够控制在一个恒定的温度上，它只能依赖外部环境的温度。它最喜欢的温度是18到28度，长时间处于10度以下、35度以上，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好，接下来就说一些有趣的现象。我认为有趣啊，您要是认为没有趣的话，那就去掉有趣，就只是现象。蝴蝶兰的根有向地性吗？也就是它的根是不是都会朝着地面长呢？答案是否定的。蝴蝶兰的根是可以朝向四面八方长的。这个的理解是因为它的根要抓住树嘛，要抱在树干上，它不可能只冲下长，它要向各个方向都能长，才能抱紧树干。蝴蝶兰的根是一条主根往前长，还是也可以有分支？答案是可以有分支，但是不会很多，以一条主根往前长为主。嘿，刚说完，来了个打脸的图。这条根有这么多的侧根，但是您仔细看一下，它的那条主根
断了，这就又引出来一个问题：如果根儿断了裂了，还能有活性吗？您看我这图也知道，断了的那条根儿依然在往前长。之前在讲根儿的构造的时候曾经讲过，根儿中心那个硬硬的白筋儿是用来传输养分水分的，而包裹在外面的这层肉质根儿是横向传输，不是纵向传输，所以断了不妨碍。甚至像这种根儿的中间一段干瘪了，它的头上依然可以工作，根儿依然可以往前长。这一条根儿中心的白筋儿只要还是相连的，它的运输通道就是畅通的，包裹在外面的根被即便断了，根的工作还是可以进行的。关于这个我自己有一个理解，包裹在白筋外面的这一层肉质根，就好比是蝴蝶兰为它自己的那条白筋创造的土壤。那只要那条白筋没有断，土壤有个裂缝，自然不受影响嘛。那如果外面一层都烂光了，只剩下那条白筋，还能正常工作吗？不能。根儿离开了土壤，根儿肯定就不能工作了。蝴蝶兰在这点上很挑剔，它的那条白色的筋儿必须包裹着根背才能工作，只剩下一条白筋儿就不能工作了，放到水里它也不会吸收水分。蝴蝶兰的根是靠什么附着在物体表面的？是靠根毛，所以根上有一点点毛茸茸的东西是正常的，就是它的根毛。如果花盆表面很光滑，轻轻一碰就下来了；如果很粗糙，就会粘得很牢，如果想拿下来，就有可能把根弄伤了。蝴蝶兰的根可以从空气当中吸收气态水，只依靠气态水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它还是需要一些液态水。所以长在盆外面的这些根需要经常喷水，否则的话很容易干掉。蝴蝶兰根尖那一部分和整个根颜色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般把那块叫做水晶头，但它正式的名字是根冠。水晶头的颜色是因为表皮细胞还来不及母栓化，颜色主要是跟品种有关，有些发红，有些发绿，据说还有别的颜色。水晶头长说明根长得快，但是不论水晶头的长短有无，根的正常工作都是在进行的。正常的能见到光的根，在湿润状态下是绿的，在干燥状态下是灰绿或者是灰白。这层灰色是木栓化的表皮细胞造成的，遇水就会变得比较透明，里面的叶绿素就被看得比较清楚了。长期见不到光的根，因为缺少叶绿素，湿了以后是发一种透明的白。在修理根的时候，什么样的根属于坏根，需要被修理掉？捏起来比较软的根需要被修理掉，颜色发黑但是捏起来还比较硬，这种根还是可以工作的，而且还有可能长出新根，所以可以留着。蝴蝶兰根的再生能力非常强，如果主根受伤，它可以再长侧根。这儿说的主根侧根不是相对于整个蝴蝶兰来说的，整棵蝴蝶兰的根是不分主次的，就一条根来说，它有一个根尖往前长，这是主要的。如果这个根尖受伤了，它还可以在这条根的侧面长出根来。当然这倒也不是100%的事情，蝴蝶兰有可能会放弃这条主根，重新再长一条新的。蝴蝶兰的根再生能力强，还表现在所有的根都没有之后，它还可以重新长新的根。综上所述，蝴蝶兰的根儿是最喜欢附着在物体表面，生长在空气中，但是兼顾到养护者的环境和时间以及欣赏方面的原因，盆栽是退而求其次，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只是需要在盆器植料上做些考虑，尽可能给它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